罢免失败。你惊讶吗？我没有。投票之前，我破一集说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担心，连自治罢免也不是那么清楚中共渗透台湾这件事，会很热情，但是缺乏深入了解。那现在想想看，如果你不支持罢免，或是中立人现在看到罢免的结果，我在反省，不只是这个结果，而是这个结果代表什么？台湾社会的记忆力、民主现象，跟我自己怎么沟通我的想法，而且觉得我的频道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方向，因为我一直提醒你们，新疆、香港的状况，或是中共渗透台湾，说实话，大部分的台湾人没有感觉。虽然我觉得这些议题对台湾社会是非常重要，或是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不懂这些议题是非常夸张，但是有一件事是事实，我一直重复这些事情，对一些没兴趣的人，让我变成很啰嗦，没有用，也没有意义。然后我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但是我要更仔细的看这件事。首先，从危机感的角度，如果2019年你进行罢免，因为那时候在香港刚刚有反送中的抗议，大家都还是很怕中共，那个时候可能会成功。从2020年到2022年疫情的时候呢，我们风疹之下看到中国状况，我们可能还是有一点危机感，可能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还好我们不是中国，然后罢免可能还是会成功。但是2025年呢，我们已经不怕，因为没有战争，我们生活差不多一样。台湾媒体没有特别报道中共的真相，虽然解放军常常在军演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不会发生什么事，又来了，因为他们蛮常在军演，算有点麻痹吧。所以一般人对中共没有什么感觉，这个就是人类。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危机的感觉是会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远，我们会忘记了，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比较短。所以如果我们一整天说看中保台，一直说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战争。虽然这个口号没有问题，但是会变很弱。2019年台湾人害怕，现在没有。所以如果你不害怕，但是有人一直跟你提醒中共很可怕，你会腻了，你会觉得很啰嗦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说了。你知道谁支持罢免吗？被中共欺负的人，例如很多香港人，或是被压迫的中国人，真正的感受到中共的恶劣，那些人才支持罢免，不是他们的记忆力比较好，而是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。还有，如果你强迫人家一定要说看中保台，否则的话不值得当台湾人，或是你是中共同路人，就是所谓的抹红，就是一种政治正确，这样对中立人也会造成一种反感。不要误会，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在帮助中共。中共很难说他又不是什么台湾，或是在制止帮助中共的人，但是不是全部，所以随便抹红也是帮助台湾社会的分裂，这个也是要承认，也要反省。我在反省的时候想到一种比喻，你知道台湾长辈、台湾家长、父母真的很爱小孩，但是台湾教育有一些进步的空间，怎么说呢？ Welcome to a Halloween party. I want to play again.我常常注意到很多长辈，如果想要避免小朋友做错，一直重复一样的话，而且常常是负面的，感觉很啰嗦。例如，你不要跟陌生人讲话，你不要玩，你要认真，你要听老师，赶快做功课，不要做白日梦。这个很危险，那个也很危险。虽然长辈没有恶意，他们只是想要保护小孩，而且可能他们比小孩更了解危机，而且想要帮助小孩避免一些错误，但是一直说有反效果，小孩的耳朵关掉。亲爱的台湾父母，小孩不想听你，不是因为小孩很贱不乖，或是不珍惜你，也许是因为你表达的方式不是最理想。然后长辈看到小孩没有在听他们的时候呢，会生气，引发小孩闭嘴，什么都说好 OK。就好了。结果呢，啰嗦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，不应该要那么烦，不应该要一直强迫你的想法。那到底要干嘛？应该要让小孩从自己的错误学习吗？基本上我会跟你说是，但是这种状况好像有一点特别，因为如果我们让台湾人体验一下中共，那学习也没有用，因为没有办法回到民主。不过大罢免大失败也有其他的因素，就是民进党是民进党的，
进党。你民进党，民进党是2016年上任，一直到现在快10年，而且面对很不容易的挑战，例如疫情或是解放军的军人，而且当然台湾的任何一个问题，大家都会觉得是民进党的错，或是民进党应该要解决。最简单的说，在台湾很多人对民进党感到有一种马屁，很累，其实也是蛮正常。为什么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一直在换执政党？因为大家都会腻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有另外一个政治党，但是是支持台湾的主权，反抗中共，而且表达的很明确，这样最理想。但是事实上现在没有，或是至少没有大量的支持。然后呢，中共了解这种状况，中共并不笨，而且他们非常有耐心，他们知道台湾社会的某一部分对民进党非常累，他们知道台湾哪里有问题，比如说反族啊、薪水啊，他们知道台湾人会不满意，而且他们知道大家都已经忘记中共的危机，所以他们慢慢在影响台湾社会，尤其是年轻人。为什么我说年轻人？因为本来年轻人比较支持民进党，但是现在的确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不会支持，而且很多年轻人对政治没兴趣，他们对反族比较有感觉，所以如果跟他们说中共多可怕，他们会跟你说啊，没有啊，中共很难说哎。所以我觉得大罢免大失败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你觉得怎样？你以为我会哭吗？当然没有，即使这种失败也让我更了解这种状况，这样我可以改善，而且我鼓励其他的支持罢免的人也是参考这些想法。失败也没有怎样。你觉得我是怎么学中文？我每天开口都失败，过了20年我就会讲中文。如果你觉得因为失败我会哭，然后马上回去西班牙，你完全不了解我。那现在怎样？首先我要重新想我频道方向。说实话，也许也没办法，也许台湾没救，因为台湾人不想要有救。我们也许应该要让台湾是被侵略，让台湾人了解后果。如果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，也许我要赶快离开，不是因为我怕，我没有怕战争，但是我也不是笨蛋，我不是怕去中国，是不想要被消失，很正常吧？但是如果我怕，我不会拍这样的影片，有道理吧？但是，也许有其他的方法帮助台湾人，让台湾人有危机感。那你怎么看这件事？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改变我频道方向？而且如果你觉得我拍这样的影片，我讨论这些议题对台湾社会有贡献，你可以考虑当我频道会员。现在我们有一个讨论区的平台，所以可以跟我或是跟其他的会员讨论这些议题。无论如何，感谢你收看，我是黑厨师，下次再会。Adoro.